嗨，大家好，我是生活在美国纽约的 Asina。相信等会儿要给大家看的我美国股票账号里少得可怜的美金余额，还是比较符合我这个频道的名字的美国低薪族。因为想看刀带式沃尔玛、亚马逊视频而注册我频道的网友，下周等我收到新买的内存卡呢，就可以开始给大家更新送餐、送货收入的视频了。我的车载摄像头内存卡弄丢了，其他牌子内存卡跟晚处的车载摄像头不兼容。今天所说的美股理财完全是娱乐性质，我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跟在美国买投资房一样，但我更不建议任何人买股票，包括我自己。那我为什么还是不听劝的买了呢？因为我就当时花了一笔很贵的学费来学习美股了。对于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我都在纽约失业了，哪里来的钱炒股，对不对？1年多以前，我朋友听说我想买辆不太旧的大车来开 Uber 送乘客，而我因为没有 W2 的工作呢，在新泽西买比较新的二手车是很难申请到车贷的。刚好呢，我朋友他自己也一直想买辆大车，每月只开1-2次，拉一下他家的装修材料，所以我朋友就全额贷款帮我买了一辆汽车，车贷和保险全都是我自付。前段时间呢，我被 Uber 开除失业以后，我朋友担心我会还不起他的车贷，影响他个人的信用，他问我是否可以提前还他1-2万美金的车贷。我失业了，自然没有这1-2万。那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从我2016年买的已经增值的新泽西州的老房子里贷款套现出来，还我朋友的车贷。贷出的款呢，我本来打算还车贷、信用卡债，修我的老房子，剩余的钱呢，一半买成股票，一半高息存起来付房贷。后来我的房产经纪人突然联系我，让我改变了主意，想试一下申请房贷，在新泽西买套投资房。虽然我也知道能申请下房贷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仍在尝试中。我的频道也正在不断更新我的美国买房贷进度，感谢订阅。再次强调，美国的 DSCR 投资房贷呢是不查个人工作收入的，失业也可以买，但是需要租金的估价呢足够支付房贷加地税。在我房产经纪联系我之前呢，我其实已经买了一点股票，然后马上就遇到了最近的美国股市大跌，我肯定也就没有再继续购入股票了。我对股票呢是一窍不通，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股票都是一窍不通。我是看一个北美华人的 YouTuber 叫赌场里的疯婆子的视频，才打算想买股票的。他说他买了一个叫 VOO， 也就是北美500强企业的股票。那4年的时间，它的股票价值呢翻了1倍，但是我最后并没有买这个 VOO， 而是买了高风险、高股息的一个公司的个股。因为我问我自己将来退休的时候，想通过不停的卖掉手里的股票来补充退休金嘛？那答案是 no， 卖股票对我来说太麻烦了。我还是买高股息的股票，这样呢，每个月拿股息就不用卖股票本身。至于风险呢，就是高股息风险大，高增值风险也不小。在过去1个月，即使是 VOO 也大跌了不少。要完全没风险呢，就最好啥股票都别买。所以呢，我就在 Subreddit YieldMax 的论坛找到了一个我想买的高风险的公司个股。目前呢，我多半的股票都投在了这一只股里。我买之前也有问我自己，如果这些股票钱在一夜之间跌掉大半，我能不能接受？答案是能，因为我一旦买成股票，就既没想卖掉，起码10年内不会卖掉，也不是为了短期盈利。在我决定买的那一刻呢，这笔钱就已经长期离我远去，都交了学费了。而且我的股票账号里确实就没有多少钱，一般人都不会为这么点钱想不开。各位网友善意的留言劝让我别买股票，我非常感激。那毕竟中国的拆迁办剥夺了我妈300万的房屋拆迁补偿款，我也挺过来了，是不是？那我现在呢就录制屏幕给大家看一下我在 Interactive Broker 的股票账户明细。大家可以看到，总共是我的股票价值39000多啊，昨天还是4万多一点，今天又降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现金是-200多，因为我一直没有往里面再存钱嘛。Intacct Broker 这个 app， 这个公司它是允许你借那个 margin loan， 借贷款来买股票的。我也不打算借，但是这200我也不打算再往里存，因为它到时候会有股息嘛，那这个200就变成正数了。然后这个半趴的10%应该就是你可以借的钱，利息其实也不高，就是可能6%的7%的利息这样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股票亏了多少钱 ，Transfer Tax，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的这个 total 的 deposit 是44000，那现在跌到了4万吧，存了44000进去买股票，然后现在跌到了4万，这跌了4000块钱，在过去的这2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股票从44000跌到了4万。然后看一下就是跌的最惨的，也就是我买的最多的那一只个股叫 Misty， 是这个 Misty， 这个 Misty 呢，我是大概在25块2毛8的平均价格的时候买的这个股票，然后买了19000多块钱的，跌到了16000，就这一只股票就给我跌了3000块钱了，已经这一只股票跌了3000块钱，因为我买的比较多一点嘛，我这4万块钱里有16000都是这同一只公司的个股。那这个 Misty 呢，它是 YieldMax 的公司的一只股票。它是 Mr， 也就是 MicroStrategy 那个公司，现在改名叫 Strategy 那个公司的一个 Cover Call 的一个股票。MicroStrategy 这个公司呢，又主要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比特币的持有的公司，以的比特币为主，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的一些科技的公司。然后这个 YieldMax Misty 自身并不持有任何的比特币。他是做的这个比特币公司 Easter 的 Cover Call 嘛，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买任何的比特币，但这是一只跟比特币息息相关的股票，就是说比特币涨 ，MicroStrategy 这个公司的股票涨，那 Misty 这个 Cover Call 这个 YieldMax 的股票呢也会涨。你可以看到我从25块2毛8买的平均价现在已经降到了21块，昨天降到了20块钱，然后最低的时候在半个月以前降到了17块钱，最低的时候这涨回来一点了，这已经涨回来一点了，就是每一只股票就跌了那么多钱，这是跌得最狠的一只。然后看一下我所有买的股票，其他的就是说其他2万多块钱就是买的其他的这些股票，大概有不到10只吧，大概有不到10只。IP 是一个人工智能股，也是 Cover Call， 我买的全部都是 Cover Call。然后这个是 Amazon 的 Cover Call， 亚马逊。这个 ECAT 是 Blackstone 的 Cover Call 吧 ，Blackstone ETF。FIP 是一个很多公司的一个 ETF， 然后 NVIDIA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NVIDIA 是那个是啥嘞？电子芯片那个 NVIDIA 的公司的 Cover Call， 这个也是一个 Cover Call， 这个也是这个 YieldMax 公司的这个股票。然后 OXLC 是 Oxford 的公司的这个一个 financial 的一个股票，经济的。QDTE 是那个 Roundhill 的一只股票，我非常喜欢 Roundhill 这个公司的股票，是它的那个 Innovation 的100个公司的一个 ETF 的股票。这个是如果我以后真的会再买股票，我应该会买这个 QDTE。然后 SPYT 是500强 S&P 500的 Cover Call SPYT。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股票了，然后这个是特斯拉的 Cover Call， 我个人对特斯拉并不是很感兴趣。这个 XDTE 呢也是一个 Roundhill 的股票，也是 S&P 500强的一个 Cover Call。然后这个是比特币的一个股票，每周发股息的一个比特币的股票。然后这个 YMAG 也是 YieldMax 公司的一个股票，是那个7强 Magnificent Seven。7强公司的一个 ETF 股票，然后这就是我所有的这些股票。我目前就是如果会买，唯一会买的就是那个 QDTE Roundhill 公司的那个 QDTE 这个股票 Innovation 100个公司的 ETF， 如果我会买，这是我唯一会买的一个。跌的也很厉害，你看我从39块8毛8买的，现在跌到了35块3毛2。但是很多人都很相信 Roundhill 这个公司嘛，
觉得比 Yield Max 那比 Roran 要好一些嘛，就是说那个跌的会少一些。然后这是股票最近大跌，我赔了多少钱？4000块钱。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在过去的这一个月。不到1个半月的时间里拿了多少的股息？股息就是被动收入嘛，跌的同时也有拿股息的。这个看一下 Active Statement， 这个我就是设定日子。那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账号呢，是在今年1月份1月27月底的时候成立的，注册的这个股票账号。然后到今天为止，今天是3月20号嘛，到今天为止，我并不是说4万块钱在1月27日一次存入的，我是陆续的。1月27日可能当时也就只买了1万块钱的股票，只存了1万块钱进去，然后后来又陆续的1万这样存进去的。这就是我我1月底注册的嘛，因为我很多股票就是每一周发股息，不是每个月，而是每一周发股息，所以我1月底刚开始买2月7号就已经开始有股息了。一直到最后一次是3月14号拿到的股息，然后这就在这1个月多零几天的时间里，我拿到的所有的我买的这每一个股票拿到的股息，就是被动的收入。然后呢，我的4万块钱并不是说在这个1月底一次性投入的，我1月底大概是存了1万，然后再过半个月又存了1万，再过半个月又存了1万这样子，所以全部存入应该是在3月初吧。在3月初是全部存入的，所以就是如果我是一次性在1月底存入的话，那个股息你看到这个股息会比我现在拿的还要多一些，就下个月可能我要拿的股息还会多一些，当然是在不贬值的情况下，如果贬值呢就大家都跌是吧？所以在2月7号这一天 QDTE 这个股票就给了我6块01美金，6块钱美金。然后你看，我是每一周拿股息，2月7号、2月14号、2月21号、2月27号每一周拿股息。然后给我股息最多的肯定是 Misty， 因为我买了19000块钱的 Misty 嘛。这个 Misty 在2月14号这一天给了我921块8毛5，921美金的股息。然后 Misty 是每1个月发一次股息，其他是每一周。然后 FIPE 在2月27号给了我101美金的股息。在3月14号，因为 Misty 每月发股息嘛，是第2次给我发股息，给我是1069块1毛7，1069美金的股息。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3月14号，我这个时候已经买了更多的 Misty， 这个时候买的还少，所以我买了更多的 Misty，股息反而并没有涨，因为在我买之前 Misty 每一只股给的股息大概是2块5美金。等到2月14号的时候，差不多降到2块钱美金一股，那股息降了。然后在3月14号又持续降到了大概1块5左右一股。我不知道下个月会不会降到1块钱一股，希望不会。就是说一直在降，这个股息一直在降。总的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1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里，2月7号到3月14号。5周的时间里，我总共是拿到2658块6毛4美金的股息，2658美金的股息，在1个月的时间里，这是我的被动收入，这是税前的。那你要报15%到29%的税。今年税又涨了，可能30%多了，我也不知道了。根据你自己的 W2-1099 的其他的工作收入的报税情况，这是税前的股息收入，是一笔被动收入，比我过去这1个月7号到3月14号这1个月开车送餐、全职送餐、送货的收入要高，我才赚了1000多，不到2000块钱送餐送货，也是税前，所以好像是比我的这个全职工作的这个被动收入比我全职收入的工作收入还要高，但是呢，这个股息一直是在降的。现在整个美国的股票都在大跌嘛，股息一直在降。我不知道这个下个月我会拿更少的股息，或者甚至拿不到，或者本金又大砍，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下个月我会或者下一周都可以给大家更新我拿到的下一次的股息的情况。
但是真的是比我的主动收入，全职的主动收入要高，因为我家附近这个纽约来的这个司机太多，送餐司机太多，就是抢单，所以单就很少，所以在我家附近送餐就是一个月1000多都是很好的了，就是赚不到钱，然后总的还是赔的，就因为我今年1月底注册个账号，赔了4000块钱。刚才已经说了，从44000我存了44000，跌到了4万，赔了4000块钱。虽然这一个月我又赚了2600的股息，但是总的到目前为止还是赔的，是吧？付出1400块钱，但是这个股息是每个月都有的，所以即使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再继续买股票，不再继续往里存钱的话，那下个月我还是会有股息拿，只是可能会更少了。继续跌的话，股息继续降的话，可能下个月拿的股息会更少，但是不会1分钱都没有。所以有那么一天有可能的话，我会从这个负数变成正数，对不对？有可能下个月就变成正数了。如果美股不再继续跌下去的话，我的股票账号里就那么点钱，4万左右，然后4万美金左右，希望大家都可以赚到钱吧。也希望美股不会继续再跌下去。特别是比特币，因为我买的这个股票是跟比特币直接相关的，所以希望比特币不会继续跌下去吧。我自己是没有持有任何的比特币的，只是这个股票是跟比特币相关的。如果这次买房申请贷款失败了呢？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买任何的股票，但是肯定不会买 Misty 了，估计也不会买 VOO， 有可能会买 SHD 或者其他一些美国 S&P 500的高股息的 ETF， 也可能我不会再买任何的股票，就是把钱存高息，买 CD 或者买成美国的国库券。再次强调，这个频道纯属娱乐性质 ，I'm not financial advisor。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